大家好啊，好久没有聊这个史文超导这个话题了啊，主要是因为素材少，论文少啊。当然论文少啊，不代表这个话题就沉寂下去啊，更不代表记了啊。实际上呢，主要的参与者呀都在更加深入的了解这种奇特的材料啊，因为你扎得越深啊，越会发现各种奇特的这种现象和性质。如果你没有烧过这个各种的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啊，你没有做过深入的这个理论研究啊，或者说计算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一眼假这时候啊，你有多无知啊！我最近啊，是因为做这个墙防水还有其他的事啊，装修的事，就视频更新呢，就是也不规律啊。B 站的评论呢，回复的也比较少。我会专门来做一期读评啊，和大家沟通一下。另外呢，就是我呀高频的用 B 站啊，才是这半年多的时间啊，对于 B 站的一些操作呢，还不是太熟悉。比如说这个私信啊，我在油管里的评论呢，是在首页上有冒泡提示的啊，点开后就能看到列表。但是 B 站里边还有个私信，就是只有我能看到的。之前好几位老师啊和我联系，我都是后知后觉才看到的信息。特别是这个西北大学的思良教授啊，也给我留了言，我真的很惊奇，原来思良老师你也看 B 站啊！我曾经啊是有个想法啊，不能叫梦想吧，就是想法啊，就是下半年到各地去走走啊，主要是包括是韩国、日本、欧洲啊，把主要的这些研究者老师能够见面聊聊。当然主要还是旅游啊，但是国内的几位这个大神有机会要先见见，但是不一定录视频呐，就是当面沟通，这个更直观的了解啊，这些科学家、研究者啊，包括爱好者，他们这1年多这个史文超导研究热潮中的心路历程。当然，这个话题啊是非常小众的啊，很难指望能有多大流量。对于我来说呢，这完全就是个爱好，或者好奇心吧，以及这个热情啊。现在呢是看起来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我先准备一下。那中科院的这个过程所的王宏阳博士啊，就是单院啊和习老师他们的论文的，现在又出了 V3 版本，那为啥不发新论文呢？而是更新呢？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常规。我觉得更新版越多越是好事，这说明什么呢？正刊就要快临近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标题，叫 Observation of the magnetic strand metal phase in sulfur copper cobalt lead apatite 中文翻译就是在硫铜共掺杂铅磷灰石中观察到的这个抗磁性奇异金属项。那我看了一下啊，这3个版本啊，它论文标题是保持一致的啊。那我们还是读论文啊，解读呢就交给各位知乎大佬们啊。那么我简单比较了一下论文的内容啊，在比较最新的这个 V3 版本中啊，和前2个版本 V2 相比较的话呢， V3 呢主要的更新和差异呢，包括改进的这个合成过程啊。那在 V3 中啊，SCCLA 的合成程序呢得到了这个进一步的改进。那么观察到的效果啊，比如像直流的磁测量中的麦斯纳效应，它的幅度呢是增加了，它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实现了更高温度超导性的这种路径是更加清晰了。再一个就是无铅样品的实验啊，就是这个 S3，在 V3 论文里边引入了无铅样品的实验。显示啊，这些样品展示了与原始的 SCCLA 相似的这种磁性以及电性能，进一步就表明啊，铅可能不是观察到的这个超导性所必须的，但是可能啊，它会有助于增强这个结构它的稳定性。另外第3版啊，就提供了更彻底的这个电性和磁性的这个调查啊，包括额外的这个测量，像水热无铅合成，它的结果就显示更小的这种电阻和抗磁性，证明了硫在增强这些属性中的这种重要性。另外呢，就是继续它广泛的讨论了奇异金属项的行为啊。另外呢，也提到未来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包括这个改进合成程序啊，进一步探索这个无铅变体的属性啊。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详细论文啊。
我们摘要部分完整的先看看。他说呢，通过在磷灰石铅中共掺杂硫和铜晶粒被定向堆叠，并且室温电阻从绝缘体降低到了2×10的-5次方欧每米，电阻温度曲线在低温下显示出了几乎线性的关系，暗示存在奇异金属相，并且在样品冷却过程中观察到了230K 处的二级相变。直流测量这个直流磁测量中观察到可能的麦斯纳效应，进一步的无铅水热合成结果显示更小的电阻和更强的抗磁性，证明关键成分可能是被硫替代的铜磷灰石中和碱金属也很重要，因此为这种材料的超导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途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文在费米液体理论中，普通金属中的电荷载体被描述为基本激发的准粒子，从而呢基本上遵循2次方程式的电阻温度关系。然而奇异金属具有线性温度电阻律，长期以来挑战传统的电荷传输理解，特别是呢由于铜基或者铁基超导体的正常相往往是奇异金属，因此它直观上与强关联电子相关。奇异金属也出现在Bitchgard 研中这是一种准1为1D 的有机金属，意味着它偏好低维度。作为一个量子临界相，奇异金属呢被认为是空间有序的，因此具有良好的导电性，但时间无序的，因此没有全局相位的一致性。低维中的各项移性导致局部的临界波动，这导致了超导相中的涡旋对的解离，因此在准有序的奇异金属相中可以检测到单个涡旋。具有多种元素的材料，比如说铜基超导体使得这个物理多样化。处理多种元素总是困难的，因此每种元素在不同温度下单独激活。铜取代的铅磷灰石也称为 LK99， 声称是室温超导体，但由于复杂的组成和结构，复现仍具有争议性。考虑到铜是一种亲硫的元素，硫在合成中的参与有利于铜的替代，这原本不利于铅磷灰石中的离子晶体结构。根据我们之前的工作报告，这种硫铜共掺杂的铅磷灰石 SCCLA 在接近室温时表现出弱的麦斯纳效应。为了进一步增强效果，我们必须要么精细优化反应程序，因为硫不能在过高温度下保持在体内，使得其他元素能够反应，要么另辟蹊径设计和合成一些无铅框架。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调整了 SCCLA 的合成程序，并发现信号幅度大大增加。纯铜取代的铅磷灰石最初是通过水热焙烧方法合成的，该方法遵循文献中概述的程序部分。合成的结果是灰色粉末，具有绝缘性。为了进行硫掺杂，像图 1A 所示，将粉末球磨成纳米级粒子，然后在饱和的硫化钠溶液中彻底分散。搅拌12个小时后，样品在高压反应器中进行24小时的反应。反应容器的内部压力保持在不低于4兆帕，反应温度设定为170度 C。的反应后将粉末洗涤、过滤、干燥，然后施加200兆帕的压力压制成固体片剂，标记为 S1 和 S2 的结果样品，并行制备就是一块做。其中 S2 样品经过了更仔细的纯化。S1 样品的 XRD 的光谱使用了 Reflex 软件进行了精细化，如图 1B 所示。泡雷密盒被用来精确地确定晶格常数以及实验和样品相关的参数。在硫掺杂过程中磷灰石结构内的原子可能已经被蚀刻或消化，因此晶格大幅缩小。
导致强烈的晶格畸变和良好的导电性。实验光谱与 P63M 结构的磷酸盐相符。通过与铅磷酸盐标准的比较，一些风味上观察到的强度差异可能归因于硫化溶液中生长过程中的纳米级晶粒的取向。 SEM 被用来观察样品的形态特征，像图 1C 所示。粉末主要是由六角片状或六角晶体组成，少量六角柱状粒子出现，与硫掺杂前的样品相比显示出显著的差异。这个观察结果与 XRD 光谱的分析结果一起就揭示了粉末的微观结构呈现为六角晶粒，这是纯相啊，朋友们。因此在高压团聚过程中，明显的方向性堆叠起到了作用，让图 1D 所示。头对尾的准一维堆叠结构随后被改为侧对侧，因此导电通道可能被加宽。那我们随后使用 MPMS3 就 SQUID 测量了 S 样品的直流磁距，如图2所示。从磁距温度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在25和200奥斯特磁场下的磁化率直接接近室温都是负值，表明在弱磁场下它表现出了抗磁性。在零场冷却就 ZFC 和长冷却 FC 测量之间也发现了分叉这个分叉温度呢高于 250K。 从10到 350K 的各种温度下的磁距和磁场曲线也显示出来。可以看到从-300到300 OE 的 MH 曲线在 250K 以下展现出显著的滞后效应，特别是在 150K 时的滞后是非常明显，超过了已知超导体在常压下的最高临界温度。那这个现象在我们之前的论文中已经报道过，但目前的数据质量有了大幅提升，进一步排除了测量错误的可能性。在 300K 和 350K 无法检测到滞后现象。正如之前所述这些结果强烈表明 SCCLA 中存在麦斯纳效应。那使用阴电极的输运测量结果显示在图3中。这些测量主要在 ppm 上进行并在已知的其他设施上重新确认。尽管在浸泡流之前的样品是绝缘体，但浸泡后在室温下的电阻率大幅降低到2×10的-5次方欧米，接近天然石墨的电阻率。因此很明显，硫铜共掺杂在提高绝缘磷灰石离子晶体的输运性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显著的导电性远超预期，需要仔细理解。根据临界磁场估算，如果存在超导相，临界电流应该非常小，单位为微安。在我们目前的设备中无法准确的检测到，因此RT 曲线是以8毫安的恒定电流测量的，以确保精确度。如图3所示，发现在低于20K 的时候电阻的导数显示出几乎线性的关系，表明它具有正常金属中的费米液体行为。随着温度增加，导数变得几乎是常数，显示出线性温度的电阻性，这就是奇异金属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冷却曲线约 230K 和加热曲线的 304K 处有显著的转折点，表明从奇异金属相到坏金属相的转变。在 S2 样品中，这种转变比 S1 更为明显，暗示这是一个二阶相变。曾经指出如果坏金属中的电子可以进一步降低到1到2个数量级，这些转折点可以被认为是超导临界温度。两个 RT 曲线的热迟滞可能源于样品的热导率不良这也与磁测量结果一致。目前我们正想了解哪些成分主导了 SCCLA 的奇异特性，
特别是在所有的测量中，铅几乎是不活跃的。因此啊，我们进一步合成了一种无铅化合物，标记为 S3， 通过水热方法合成，其中二价铜和磷酸根的比例为10:6，钠被钾取代，碱金属的替换可以进一步增强导电性，但不引入其他质的变化。磁性和电测量结果分别显示在图4中。发现啊 MT 和 MH 曲线与 SCCLA 特征相似，也就是在 250K 处啊可能发生了超导转变。这表明铅在超导性中并不重要，而且无铅样品比含铅样品更脆弱。铅的作用啊可能仅仅是增强结构的稳定性。有趣的是呢，在低于40K 的时候啊，磁距急剧下降，超过一个数量级。在低温下使用不同支架的 FC 磁距不同，可能是由于样品在磁场下的取向差异，因为晶粒已经方向性的堆叠。通过在 10K 时的 MH 曲线也观察到了抗磁性大大增强，远超金属中的正常抗磁性，这只能通过超导性来解释。同一样品的 RT 曲线啊，分别使用不同的电极测量，银和阴。奇怪的是呢，使用银电极的时候啊，室温电阻比使用阴电极的时候大得多啊，但是在低温下，银电极的电阻变得更小，甚至无法检测。使用银电极的转变点也在 250K 左右，与抗磁性一致，排除了虚假连接的可能性。值得注意是啊，测量后啊，银电极的颜色变黑，表明啊它已经被硫化。因此我们认为银提取了磷灰石一地粒子通道中的硫，导致电子负极状态，从而增强了这个超导性。然而阴电极不能与磷灰石结构紧密接触，因此它只表现出奇异金属行为。与我们之前的合成程序相比啊，硫的掺杂不仅仅促进了铜的性能，还改变了磷灰石中啊一地粒子通道的拓扑结构。那么从头对尾啊到侧对侧，磷灰石中的准一维铜硫晶格可能增强了链间的相互作用，以激活其中的隧道效应。碱金属也可能在连接晶粒中起作用，这就解释了电导率的巨大提高和麦斯纳效应的出现。我们还进行了微波吸收测量，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自由基信号，这表明啊，正常金属中不存在准粒子。人们可能怀疑啊，磁质回是由于某些焰能息态引起的，但是由于啊 RT 曲线至少表现出金属特性，并且无铅样品中的电阻极低，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啊，这是因为超导临界电流低于我们的测量限制。在测量过程中啊，我们注意到 SCCLA 样品具有异常大的电容和较差的热导率啊，这与高电导率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啊，电容经常诱发低电阻和高电阻状态之间的奇怪突变，导致 RT 曲线的大幅波动。即使我们已经仔细的排除了其他干扰，更有可能的是呢，样品在电测量过程中持续的充电和放电阻碍了 SCCLA 中检测到的零电阻的能力。考虑到无铅样品的表现，铅磷灰石骨架中的介电性也很重要。那总的说来呢，我们修改了 SCCLA 的合成程序，将硫和铜共同掺杂到铅磷灰石中。结果表明啊，它揭示了一个方向性的堆叠机制。SCCLA 的磁性和电性质已经得到了全面研究，可以观察到高达 250K 的质回啊，就是磁质回的 MH 环 CFC、FC 的这个分叉也出现了。那 RT 曲线啊，这个表明啊，在大电流下 SCCLA 具有奇异金属相，并且在冷却过程中啊，就是 230K 啊发生了二阶相变，然后呢进行了无铅样品的进一步合成，这为我们提供了更强的抗磁性和低温时更小的电阻。因此啊，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向室温超导迈出了重要一步啊。
后边就是致谢啊，这个作者衷心感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自然的1237410和52304330的资金支持啊，这就是论文的全文啊。其中啊这3篇论文中啊都把一篇啊关于奇异金属相研究的发表在 Nature 上的论文啊作为引用的第一条。这篇啊名为《奇异金属行为在纯铁磁康多晶格中的表现》的论文啊，是由沈冰等人在2020年发表在Nature 杂志，研究了这个视老六锗4这个纯铁磁康多晶格材料啊在高压作用下表现出的奇异金属行为。那么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啊，包括呢就是量子临界点。研究显示呢，在视老六锗4受到压力作用的时候啊，会在量子临界点表现出奇异金属行为。那这一点上呢，材料的铁磁转变被压制到了0温度，显示出了量子临界性。再一个就是电性和热性质啊，在高压条件下啊，这个视老六锗4的电阻力从低温时的费米液体行为转变为高温时的非费米液体或者奇异金属行为。这种转变包括它对压力的依赖性，通过电阻力和比热的测量得到了详细的记录。再一个就是磁各项异性这个研究呢强调了强磁各项异性在量子临界点材料行为中的关键作用。那这种各项异性的帮助在有序的铁磁体中呢注入了3重态的共振价键的量子纠缠这是他们发现的一个独特方面。再一个就是费米面和量子纠缠那么这个论文研究者认为局域磁矩与传导电子之间纠缠模式的转变是观察到的奇异金属行为的原因。那这种转变在量子临界点导致了费米面体积的跳跃，这通常和电子性质的戏剧性变化有关。另外就是量子材料的影响。那这些发现就扩展了对奇异金属行为的理解，将它呢从反铁磁系统扩展到了铁磁系统，表明量子纠缠在更广泛的材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这个材料的研究对于这个量子材料领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理解这个奇异金属行为它出现的条件以及与铁磁系统中的这种量子临界性的关联方面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篇关于史文超导的论文的 V3 版也是试图说明呢他们研究的材料也存在类似的奇异金属相和费米液体行为。这个费米液体理论就 Fermi Liquid Theory， 它是在物理学中这个费米液体理论呢是用来描述金属中电子行为的这么一个模型我们知道金属中的电子数目是非常多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会有很多复杂的这种各自的相互作用。那么费米液体理论呢，它的核心想法是呢，尽管电子之间有相互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电子都想象成一个准粒子。那这些准粒子的行为呢，很像是普通电子比如它们也有质量和电荷，但是呢，它们的一些性质比如像这个质量会因为电子间的这个相互作用而有所不同。那这个理论是比较有用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呢，为什么金属在低温下能够很好的导电和导热。另外一个呢就是奇异金属strange metal奇异金属呢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金属它们的电阻率就是电阻随温度变化和常见的金属是不同的。在大多数金属中这个电阻率会随着温度的升高是吧增加，但是呢这种增加通常是和温度的平方成正比就是越热电子移动它受阻越多。但是在奇异金属中这个电阻率和温度之间是线性关系就是电阻率直接与温度成正比。所以这种奇怪的行为呢，就使得这个奇异金属在科学研究上就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挑战了我们对于这种电子在固体中移动方式的这种传统理解。奇异金属呢，往往与超导现象会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一些高温超导现象，因为它们就是展示了电子传输的一些非常规的特性。所以呢，这个费米液体理论可以说帮助我们理解金属中电子的这个正常行为，而这个奇异金属
这个理论呢就展示了一些非正常的，但是在科学上啊非常的引人入胜的这种新现象。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解读戴月要习老师他们的这个论文的V3版啊，不是解读啊，是读啊，没解。那么更多的关于这篇论文的解读啊，可以上知乎上啊或者其他平台上看习老师自己的这个帖子以及其他大神的解读。这就是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啊，欢迎评论拍砖。再会，拜拜。